全球广播通报公告：龙国99号选手方明阵亡，次数排名163分133。我们要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国家了吗？怎么回事？信号断了吗？难道是龙国100号选手任意直播开启？这是什么开局？棺材，我没看错吧？别人木筏渔船，我们龙国选手开局一口棺材。这是落地直接埋了，游戏是不是搞错了？惩罚模式吗？我们要相信是变异海鸥，它的喙能啄穿2毫米厚的铁皮。完了，来不及了！在毫无防备的沉睡状态下，人的神经反应速度是有极限的。居然用手骨卡住鸟喙，出于求生本能的挣扎吗？可惜毫无意义。这只变异海鸥的力量足以把一个成年人拖起来，他的手臂很快就会被扯断。之前有位猴子国的选手就是猝不及防之下被这种海鸟拖拽撞在礁石上，当场毙命。那是什么反应速度？那一下锁喉太专业了。任意的身份资料呢？怎么还没调出来？自己不是应该死了吗？在1号战区的临时医院被榴弹击中。这里是哪里？已击杀变化海鸥，奖励龙国全体市民，资源发现率加0.01。欢迎来到海洋纪元，先行者，您是龙国第100号选手，您的一切行为将与国运深度绑定，您的表现将通过直播呈现与全球观众，请努力求生，祝您好运。海洋纪元，国运绑定，全球直播。自己前世的世界战火席卷全球，所有的国家早已分崩离析，文明沦丧。我已经麻木到快要忘记国家这个词的重量了。而这里不仅秩序和龙国还存在着，自己还成了国运的代表。哇，好帅啊！楼上的花痴滚出去！现在是看脸的时候吗？帅有毛用啊！清醒一点，他要是挂了我们就完蛋了啊！这就是龙国最后的希望，一个疯子！我的天，这是何等的野蛮！都闭嘴！你们懂个屁！怎么生吃鱼就不野蛮了？双标！没错，在野外这是救命的紧急手段。你们这些外国人滚出我们龙国的直播间，别在这儿丢人！系统序列，他这么快就觉醒了序列能力，但任意同志这个似乎有些不同，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序列面板，看不清楚内容。检测到可分解目标变异海鸥尸体，是否确认分解？确认。分解成功，获得新鲜的肉块8，天数3，完整的羽毛20，坚硬的鸟喙1，油脂1，碎骨5，已存入仓库。那我直接把海分解了呢？分解不行。当前载具破败的棺材严重受损 ，LV0 耐久度3分10，结构单体木质结构，评价勉强能漂浮的木盒子，可进化方向简易古木筏。这是空间能力，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储物空间。意思是需要10点，而自己只有1点，缺口很大啊。挂起来，这是要风干？为什么不直接吃啊？刚才不是还喝血了吗？生肉晾干卸再食入会安全很多。我是医生，刚才情况紧急，为了补充水分和盐度，少量饮用新鲜动脉血是不得已的选择。各位千万不要效仿哦。他说的对，这位同志的知识储备和心理素质都远超我们想象。而且他知道自己在被直播，这是在安抚我们，告诉我们他很专业，让我们放心。咬着不，这是怕自己喊出来。他在干什么？自残吗？我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我的天，看着都痛。坐在这里干等，肯定等不来猎物和物资，能做的暂时都做了，可这口破棺材该怎么动？报告，是樱木筏，人数1，挂着樱花国的旗帜。你好，龙国的朋友。朋友，我看你挂着肉干，要做交易吗？我这里有鱼，可以交换一些食物。
保证营养均衡，对我们都有好处。啊，朋友，你受伤了吗？我这里有一些淡水，也可以跟你交换。好啊，朋友，来，再靠近点。不是大佬，你笑什么啊？我刚燃起来的希望啊，樱花的人能信？去死吧，劣等种！检测到可分解目标，简陋的木筏，分解可获得木料10、麻绳3，是否确认分解？确认。分解成功，获得木料10、麻绳3，已存入仓库。八嘎，我的木筏，你会遭报应的。是普通的严厉。这个龙国人运气太好了，不过他也太愚蠢了，为什么不直接杀死那个樱花国选手？留着他，迟早是个祸患。天照煞神不会放过你的。是利齿鱼怪，这种鱼对血腥味敏感，而且是群居。食物这么宝贵，怎么随便浪费？脸还没被打够，看不懂就闭嘴。这他妈是在打窝吧？任意大佬还是个钓鱼佬？但没钩啊，没钩怎么钓鱼？耍猴呢？你已击杀利齿鱼怪，获得进化点1。全球公告：龙国100号选手获得进化点1，奖励龙国全体国民体质加 0.01。某医院重症监护病人的生命体征出现同步小幅回升。中海市人民医院一名植物人出现脑电波活跃迹象。可进化方向：简易古木筏，进化需求：木料10%，完整生物骨骼，进化点11%。现在就只差最后一项，完整生物骨骼了。好像系统分解出来的都是碎骨，那得找个大家伙杀了才行吧？这条件也太苛刻了。唉，大哥，你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茫茫大海，你一个人也孤单。但如果咱们的船能升级，到时候小弟吃肉，必然给你上猪高香。再说，与其跟着破棺材一起沉底，不如跟着我变成巨轮，变成航母。到时候我的荣耀，也就是大哥你的荣耀。进化需求已满足，是否开始进化？确认进化。我是不是网卡了？谁来打我一下？所以是从一口单人棺材进化成了双人棺材。带护栏和座位的棺材，怕大佬晚上起夜掉海里吗？这造型还挺别致。我大概明白原因了，是进化的原材料。任意这次进化区别于其他人载具进化的关键材料，是那具完整生物骨骼，而那具骨骼是属于人类的。系统的进化逻辑很可能是基于材料的本质特性，用野兽的骨骼可能会进化出更具攻击性的形态，而用人的骨骼，系统判定最适合承载人这种生物的容器，自然就是棺材。不错，非常有安全感，平稳性也大大增加。这回别说在上面打棒球，就算翻个跟头都是可以的。大哥，你走得好突然。这是要做装饰品吗？给新棺材挂彩？李教授，这又是什么名堂？真是装饰吗？你别说，还挺好看。他在收集淡水。用羽毛怎么收集淡水？这天上也没下雨啊。是露水，夜晚海上的温度会下降，空气中的水汽会在冰冷的物体表面凝结成露水。羽毛有巨大的表面积和极强的吸附性，把羽毛铺在船上是为了收集船板上凝结的露水，而这些挂起来的羽毛还能收集到随风飘过的水汽。等到明天清晨，他只需要把它们取下来一拧，就能获得干净的淡水。好像是火光。正前方距离估测3到4公里，发现热源信号，确认来源是汉斯猫国33号选手克劳斯施密特。根据资料，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天哪，克劳斯要死了吗？那是什么怪物？他把桅杆点燃了，他是想用火吓走那东西吗？这汉斯猫国老碰上了大家伙，看样子是活不成了。任意同志如果能获得火种，他的生存能力将得到质的飞跃。救命！有没有人？
救救我！丽娜，对不起，哥哥没法治好你了。丽娜，我是看到来接我的死神了吗？评估完毕，值得投资。死神吗？怎么好像是个亚洲人？我可以救你，但有个条件，活下来之后你得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我科考斯施马特，接受契约。这难道是欧洲人独有的仪式感吗？不过答应了就行，反正口头约定在这种地方也没什么约束力。把它拆下来，要快！我用双榫铆把桅杆加固在了这艘木筏的中心支柱上，拆掉它，木筏会散得更快。散得慢就不是散了。一会儿等那东西的头出来，用这个戳他眼睛。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太坏了，我好爱。哎，卧槽，过河拆桥啊！不对，这是上船拆了桅杆就走了。这就对了，可别让我失望啊！他不是在跑，他是在送快递啊！把怪物打包送货上门，这是人能想出来的操作？该死的，他不是在开玩笑，他真的把怪物送过来了。他把我当成了戳穿怪物眼球的袭人的牙签，疯子！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警告：载具受到剧烈撞击，耐久度粉25。靠！大佬肯定是在为那个汉斯猫国选手的死而自责。这才是我们龙国人的风骨，仁义。可惜了，多好的一个机会！不，还有机会。是否确认分解？确认。不是，大佬你在干嘛？打扫卫生吗？强迫症犯了，看见垃圾就想清理。你们懂什么？这叫颗粒归仓。咱们棺材哥多勤俭持家。分解成功，获得木料层2；分解成功，获得木料层1。救命！救命！幻觉。我在这儿。汉斯猫国老没死，看来自己的投资还不算打水漂。通知外交部，准备和汉斯猫国谈深度合作的细节。无论我的动机是什么，这份恩情汉斯猫国必须接，也必须认。拉住！好沉！检测到可分解目标加固的木料，分解可获得木料层3、铁钉层2。是否确认分解？确认。神迹吗？还是魔术？是不是表现得太急切、太冷血了？人才刚上来，转头就把人家的船给销毁了，这行为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受伤？朋友，别这样，有点假。神他妈的仁义，仁义的刺客！我仁义哥不是腹黑，他是真的心黑啊！笑死我了！你看那汉斯猫老的表情，他一定在怀疑人生。这孩子还真是体贴啊！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任意能在那样的环境里表现得这么滋润了。这种精神状态确实遥遥领先。你的意思是你能修理木制品？是的 ，LV0的铸造师序列能够对基础木质结构进行认知和修复，只要有足够的木料。这艘船，这些是骨头，人类的骨骼。没错，它的原材料来自我的前任队友。前任队友？一个很可靠的伙伴，人狠话不多，还从一个樱花国选手手下救过我的命。这人是开玩笑，还在如此轻描淡写的讲鬼故事。不过这人绝对干得出来这种事。你把他们分解了？没办法，为了生存，而且这也是他的遗愿。他说与其沉到冰冷的海底，不如融入小船变成航母，和我一起去征服海洋。那你不会把他的皮剥下来做成船帆，再用自己的骨头继续加固这口棺材吧？哈哈，你看他脸都白了。太
他信了，他真的信了。我感觉克劳斯已经在思考自己哪个部位比较适合做船桨了。说起来，确实有件很紧急的事情需要你来做，把船修一下。修船比起变成船的一部分，显然还是当个船匠更有前途。这汉斯猫怎么突然这么听话？难道自己吓到它了？没有吧？不行，我无法完全修复它。L0的铸造师只能对木质结构进行完全的修复和加固。这艘船的骨头和木头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融合在了一起。我能做的只有把破损的地方暂时填补上，但这无法完全恢复它的耐久度。就像给车换了保险杠，但发动机的损伤我无能为力。想要修复混合结构，我的序列至少需要提升到 LV1 才行。你的序列升级需要什么条件？熟练点，还有10进化点。10进化点啊！一只利齿鱼怪就是1点进化点，可问题是那种鱼也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上次能一口气杀那么多，还是靠无私奉献的樱花国选手。现在去哪儿获取那么多进化点呢？那条怪兽受了伤，现在应该还在附近那玩意儿，应该值不少进化点吧？不过小破船的耐久度只剩下15点，现在就去跟那大家伙硬碰硬，纯属嫌命长了。确实，当务之急还是先解决更现实的问题——淡水。你之前是怎么解决食物和淡水问题呢？补给箱，游戏随机投放的基础物资箱。我运气好遇到了一个食物补给箱，里面有纯净水和压缩饼干。不过刚才我以为要死了，烧船的时候也没顾着物资，大概烧没了或者掉海里了吧？白高兴一场，算了，先干点能做的吧。弄弯。鱼钩，这也修得太厉害了，会影响成品的效果。大佬终于不用啃生肉干了，太好了！这是猛男干的事。虽然用的美棒4说5入就是钻木取火，有了火，生存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火代表着人类开始利用工具改造环境，这是文明的基石。火可以征收淡水，可以杀死寄生虫和细菌，可以制造碳粉，用来制作简易的净水装置或是处理伤口。铁锈影响了它的韧性，如果钓到太大的鱼，有可能会断裂。手艺不错啊，手艺不错。那条怪物它还活着，会不会被吸引过来？应该不会。你戳爆它那么多眼睛，它短时间应该更加惧怕光和火了。当然，这里毕竟不是蓝星，不能用常理推断。它要是真找上门来，那么大个家伙应该值不少进化点吧？刚把我吓个半死，结果大佬惦记上人家的进化点了。别胡说，可能还有人家的皮、人家的肉、人家的骨架。真是大言不惭，侥幸逃了一次，就以为自己能猎杀那种级别的怪物了吗？无知的龙国人！要不是对方，我现在已经尸骨无存。丽娜，如果他看到哥哥这副狼狈的样子，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嘲笑我吧？只能修成这样了，够用了。没有鱼啊！这画面，我怎么品出了一丝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不就我跟我朋友半夜海钓吗？哦，这不就带鱼吗？好家伙，这带鱼成精了，看起来好凶！大佬快盘它，清蒸还是红烧？这鱼怎么有点眼熟呢？你已击杀变异带鱼，获得进化点1。全球公告：龙国100号选手5进化点国运奖励结算中。为什么不直接分解掉？浪费，利用率太低。鱼骨能煲汤，鱼皮可以熬鱼皮胶，还可以提炼鱼油，这叫物尽其用。好像钓到东西了。获得进化点层1，国运奖励结算中。汉斯猫国33号选手获得进化点层1，国运奖励结算中。奖励汉斯猫国全体国民精神力加0.01，又是1点。我棺材哥今天晚上 KPI 拉满了啊！就这么没了，看着挺吓人，结果是个战五茶。哦，上帝，
我们得到了精神力奖励。这个龙国人是个守信的人。西巴，真是恶心。分解，检测到可分解目标，变异尊海鞘残骸，是否确认分解？确认。是否消耗素材，解锁该模块？模块解锁成功，生物净化装置已自动安装至载具。每日0.6升，虽然不多，但已经是保证自己和克劳斯存活的生命线。那是什么？净水器。净水器？每日0.6升，活着是够了。笑死！你们看克劳斯的表情，他是不是要破防了？别说，这造型也太别致了，感觉下一秒就要睁开眼睛看看我。如果我没看错，那应该是竹海狸的变异体，一种常见的海洋无紧身滤食性动物。它的过滤系统效率极高，甚至能过滤细菌和微塑料。就是效率有点低，不过以后总有机会升级的。清点了一下仓库的物资，新鲜海鸥肉、坚硬的鸟喙、碎骨、破损的麻绳、麻绳碎布、木料破碎的截肢、进化点。现在的问题是，木料只剩下3单位了，为了修补船和生火消耗不少，剩下的这点别说升级载具，都不够再修一次船的。在这茫茫大海上，木头比黄金还难得，看来在遇到下一个好心人之前，不能再随便生火了。正好在熄火之前把食物的问题解决了吧。会做饭吗？当然，丽娜总是说我做的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丽娜？我妹妹，她以前很挑食，但从来不会剩下我做的饭。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汉斯猫国的食谱，楼上的，你说的是不是土豆配香肠啊？香肠配土豆，香肠配土豆泥，还有酸菜，别忘了酸菜。那就拜托你了。可惜没有酸黄瓜，如果有酸黄瓜和土豆就完美了。酸黄瓜，还有面包屑，再配上酸奶坛油或者芥末酱。我们这是在海上，我知道。笑死我了！没有酸黄瓜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就说嘛，汉斯猫国人做饭离不开那几样：没有盐，没有胡椒，也没有柠檬汁，那怎么去腥？直接烤，真遗憾。处理鱼的手法很讲究，就是那一丝不苟的态度和看鱼的眼神，就像看等待加工的工业零件。这是在做饭吗？你平时在家都做什么菜啊？土豆炖牛肉，香肠配土豆，酸菜炖肘子，鳟鱼饭。丽娜最喜欢吃的是土豆泥加很多洋葱和酸黄瓜。你们吃不吃清蒸鱼？清蒸鱼腥味不会很重吗？可以用葱姜去腥。我只知道用柠檬，还有酸黄瓜。海钓，鲜肉钓变异鱼效果不错。我的仓库不能保鲜，海鸥肉只能放2天。你不累吗？从你到现在玩命救人，钓鱼一刻都没停过。还行，习惯了。咱们轮流休息，你先睡，那一会儿叫我起来。笑死我了！这么大动静就这？大脑裂开了。看来不是所有生物都带进化点。漂流瓶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过黑灯瞎火的，根本什么都看不清。算了。这就完了？就那么一点水够干什么？赶紧再冲一下。在我的价值体系里，用超过维持伤口清洁最低限度的量的淡水资源去冲洗是浪费。算了，就当是满足一下新队友的强迫症吧。
这里还有个皮革，是刚刚漂流瓶里面的，不知道是用什么动物的皮做的，材质很粗糙，而且从边缘的撕裂痕迹来看，似乎只是某张更大地图的一部分。地图的中央似乎是画的这片海域，标注着静谧之海，顶都有一个太阳升起的标志，左边画着陆地的轮廓。如果我们就在这片静谧之海，这个标志代表太阳升起的方向，我们姑且当它是东方，那么这块陆地就在我们的正北方。我们要去那里吗？当然，用木板滑过去太慢了，我们需要一面帆。我这里只有这些。陆地，迈克尔，那个龙国人居然找到了陆地的线索。我们的莫里森上校拥有最强的侦察和单兵作战能力，为什么2个月过去了，什么信息都没找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姐夫。莫里森是深海蛮徒，泽连斯是海骑士，以利亚是演武士。他们都是战斗序列，力量强大，生存能力强，但他们获取资源的方式是捕猎掠夺。你看他们的进化点增长速度很快，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忽略了最基础的生存方式，所以他们错过了大海以另一种方式给予的馈赠，比如一个漂流瓶。那现在怎么办？那个龙国人占了先机。不必担心，从这里到那片陆地不知道有多少危险，而且下个月1号我们就能把这个坐标发给莫里森上校，到时候就不是谁先发现的问题了，而是谁的拳头更大。这点布料都不够我妹妹的洋娃娃做条裙子，那就能干什么干点什么吧。你是想让我把它改成像样点的船桨？我必须声明，我是个工程师，不是木匠。既然船帆暂时没着落，那就看看能不能再捞点进化点，顺便看看能不能再钓上点别的惊喜。系统检测到可分解目标，散发着芬芳的旧皮靴，分解可获得腐烂的皮革乘2，是否确认分解？分解。系统检测到可分解目标，被遗弃的精神寄托，破得湿润的木料行衣，椰子的执念绳衣，是否确认分解？执念。欢迎上船，现在你也是船上的一员了。是大家伙，这东西左冲右吐的，力气不小。不过后面那个仿是什么鬼？分解。幽蓝色的宝石宛如艺术品，虽然系统的评价毫不留情，但就算是石头，它也是块颜值很高的石头。也许以后可以把它镶在船头或者船桨当个装饰品。生物光源，稳定并且没有任何消耗的光源，这代表照明不再需要生火，节约了木料。最重要的是，如果能有足够的光，像昨晚的怪蛇那种畏光的怪物，或许会直接放弃攻击。刚才的16只虫子，自己踩死9只，克罗斯打死7只，现在有11点进化点，解锁。我就知道会这样。凡事要看积极的一面，至少以后晚上活动不用生火了。确实是方便很多，你说的对。船桨怎么样了？凑合用吧。这哪是凑合，简直是艺术品，远超我的预期，克劳斯先生。分解。这都什么玩意儿？今天还能不能吃上饭了？你真的很喜欢钓鱼。你不懂，这是一门学问。今天钓上过鞋子、椰子和虫子的麻绳，或许今天的运气已经用完了。你看那边，捕鲸箱，很像。等等，怎么了？难道你想留着它当储物柜或是救生船？分解。
这就是龙国的运气，这么珍贵的物资箱就开出来这么一根鱼竿。看来盖亚的意志是公平的，他给了那个龙国人一点线索，也给了他一个玩笑。好家伙，光看着评价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其实还不错。刚才那个箱子分解出来5单位木料和12根铁钉呢，还有那个降落伞，不是正好可以拿来做帆吗？虽然不是帆布，但够了，又轻又结实。我们需要一根主桅杆，桅杆长度3.5米，铆送连接更稳固。要不然先歇歇？不，工作让我感到平静。不歇就不歇吧，正好自己也想试试新鱼竿，手痒。这片海底下是不是有个乱葬岗啊？今天主营业务是考古，这回的东西像石头似的，不游动，但是很沉。是怪物吗？不像，有可能是个宝箱。真的很特别，先是鞋子，然后是椰子，现在是行李箱。扔了吧，要是以前自己可能就直接分解了，但是我们的船还要进化。从破损的棺材进化到小型古木棺的核心材料就是完整的生物骨骼，下次升级很可能还需要，可以先留着它，等到下次升级。任意，我是个崇尚科学的人，但是这叫落叶归根，我只是想给他一个家。这么大，再放就不新鲜了，烤了吧，直接丢进去，壳会焦。甲壳类生物的蛋白质凝固点很敏感，这样慢火烤才能锁住水分。哪怕是在海上，也要保持烹饪的严谨。刚才谁说我们只会煮土豆的？上帝啊，你看那个翻面的频率，简直像是在操作精密机床。好了，我不行了，泡面突然就不香了。这放在米其林餐厅不得卖个几百欧？楼上的别说了，樱花国那个新进来的42号选手啃生鱼还非说是刺身，刚才拉肚子拉的脸都绿了。等等，我现在真的相信你是医生了。只有解剖过无数生物的人才能这么熟练。刚才那一下，你是切断了他的韧带，有什么必然联系吗？这是我们龙国人的基本技能啊！没有什么甲壳类生物能带着尊严离开饭桌。神特的种族天赋，确实，在我们这儿吃螃蟹不用钳子，那是基本操作，牙好就行。想起以前去海边，隔壁桌大哥吃剩下的螃蟹壳还能拼回去，那才叫绝活。这是我进游戏以来吃的最像样的一顿，以后会有更好的。这东西磨成粉可以应急补钙，用于伤口还能抗菌止血，促进愈合。以后有条件了还可以做牙膏用。你要把它当纪念品？不，拿来当汤锅。等我钓上来鱼了，煮个鱼汤。等等，它的材质接火烧会变脆碳化。刚刚都烤那么久了也没事，先用着，漏了再说。感谢谢兄为我们的航海事业添砖加瓦。还能这么玩？这锅看着就很鲜啊！废物利用这块算是让棺材哥玩明白了。拿受害者的遗骸煮他的邻居。这个大小的船勉强够用，但是缺乏横向支撑。要是遇上6级以上的大风，有可能倒塌或折断。这不是叫静谧之海吗？好了，升帆试试。这造型太特么艺术了，带着问号去流浪，这特么是个任务 NPC。载具：小型古木棺 LV1，状态：扬帆起航，航速提挂件，令人困惑的软帆，新增挂件，令人困惑的软帆。几个小时相处下来，我大致是摸清了这个龙国选手的脾气。他要是对你冷眼相对，说明你是个路人甲，死活不论；但要是突然开始温良谦让，甚至试图谈心聊家常，那完了，你是猎物。这帆怎么控制方向？座椅旁边有个舵板，你把绳索绑在那上面就好了，然后转动那个把手。
我的天，有你这样的哥哥，你妹妹肯定特别骄傲吧？那你还是别这么说话了，瘆得慌。怎么会？这么简陋的材料拼成这么像样的船帆，这手艺绝了。为了生存罢了，不值一提。我算是把这个汉斯猫的脾气摸清了，有牵挂，傲娇，好懂好用。虽然觉得你很变态，但我很受用。我看克劳斯迟早要被卖了，还帮着数钱。哦，不对，是帮着数骨头。怎么样？这速度还掉？你是机器吗？刚刚那只螃蟹还没消化完吧？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船有速度了，正好脱掉。脱掉？假装我们是条逃窜的活鱼，一般能钓上来大家伙。最主要的是晚饭还没着落呢，我心里不踏实。这人简直比他们汉斯猫国最严苛的工头还要卷。大家伙，什么鬼？船要翻了！稳住你的！这东西不是在试图逃跑，而是在试图和船角力。往左！上帝啊，这得多大？给我起！那是剑鱼？不对，剑鱼的体型没这么小，可能是变异的梭鱼之类。管它什么鱼，现在都是我们的晚餐。他要撞船！啊！该死，他掉头了！啊！哥们儿，借个火！呀！这一棒子，我就问你多少年的功力？骷髅兄，虽然我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别愣着，那鱼只是晕了，醒过来就麻烦了。过来帮忙。3点，这么多。这系统判定有点意思啊，补刀的拿大头，累死累活打残血，结果让汉斯猫把经验吃了，这换我心态崩了。你看克劳斯的表情，好像不是高兴，都要吓尿了。我那个游戏判定总共多少点了？11点。哦，那还不错，看来以后补刀的工作可以多交给你，升级序列的效率能高一点。你不生气？一共才5点，谁拿不是拿？难道我拿了就不用帮你找进化点升级序列了？我棺材哥格局打开了，这波收买人心，我给满分。克劳斯现在的忠诚度估计直接拉满了。区几点进化点？给小弟怎么了？别感慨了，把他弄上来才是个大工程。1、2、3，停！太重了，不等弄上来，船就要翻了。如果不弄上来，也许会引来更致命的猎食者，到时候别说晚餐，船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没办法了，只能就地正法，打包带走了。检测到可分解目标：新鲜梭鱼肉2斤装成40，变异铁甲梭鱼乘50，完整的鱼骨乘1，鱼油片乘5，变异鱼柏乘1。是否确认分解？分解。新鲜梭鱼肉2斤装成40，这也太黑了。这条鱼看体型怎么都得300斤往上，经系统8层皮就剩80斤了。虽然它的名字叫铁甲梭鱼，但不至于鳞片加骨头加内脏占了200斤吧？中间商赚差价也不是这么个赚方法啊！算了，看看其他物品吧。这是那条怪鱼的掉落物吗？刚才在水里看还没觉得很夸张，现在拿在我手里，简直就像把钢铁做的短矛，这手感扎实的让人十分心安。变异铁甲梭鱼长叶，等级 Lev 2，硬度高。评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了贯穿猎物而生。PS 建议不要拿它剔牙，除非你想给自己开个脑洞。好东西，如果能加个防滑手柄，就可以当做近战的利器了，肯定比骨头好用得多。铁甲鳞片虽然它没能防住你的闷棍，但这不代表它不够硬。如果你想用它做件比基尼，我也没意见。硬度跟低碳钢差不多，但韧性更好。要是串起来做2个护腕或者盾牌，你要去演大片吗？神奇男侠，这是防御。格局小了，给船嵌上呢。天才。受力点太少了，这点鳞片把船头那一面贴上都够呛。如果贴得稀稀拉拉，起不到防护作用不说，还会徒增船体的重量。那就先留着吧，等以后多杀几条再说。还有别的吗？
优秀的福利囊，韧性惊人。当然，如果你非要把它放进锅里，那也是独特的风味。鱼脖，拿开拿开，离我远点儿。不识货，在我们龙国这叫花椒，是顶级食材，补肾固元，尤其是这种变异的，可能大补。我不需要，而且我绝不会吃这种恶心的玩意儿。不识抬举呢，这么大的鱼脖，要是真能做成花椒，汉斯猫不懂吃，这玩意儿处理好了，那是人间美味。那太可惜了，这东西腥味太大了，没有葱姜料酒，估计做出来那味道能把人直接送走。如果不看外观，单论它的气密性和韧性，吹起来可以当个救生圈。生物缓冲层进化需求，变异鱼仆1进化点2。描述：在狂暴的大海里，你需要一点软着陆。生物缓冲层什么用？算了，能升级就升级吧。原本硬邦邦的棺材板竟然有弹性了，感觉就像铺了一层塑胶。进化成功，新增模块生物缓冲层 L0 功能，吸收30%的海浪冲击，并在船体受到撞击时提供反震保护。评价：就像踩在巨人的肚皮上。如果半夜听到心跳声，请不要惊慌。这触感，原本随着波浪起伏而产生的颠簸，确实变得柔和了不少。原来是减震，现在升级成了商务座驾。这不科学，而且我总觉得这船活了。有些事儿不用搞得太明白，只要它不吃人就是好船。这就是生物科技吗？神特的商务座驾！我的哥，谁家减震是鱼破做的？饿了。你确信这玩意儿能煮汤？如果烧穿了，这些水就浪费了。把它架高一点，只要里面有水，它没那么容易穿。不愧是 LV2 变异生物。薄厚不均匀，很难保证煮透的同时薄的部分不老。我们是在求生，不是在米其林里摆盘。没有黄油，没有奶油，怎么可能呈现出乳化反应？谁知道？可能因为它是 LV2 的变异生物吧，细胞里的能量比较高，体力恢复速度微弱提升。果然补，快吃，别在那儿分析了。上帝啊！龙国选手和汉斯猫选手的生存质量提升如此之快，这不光是生存质量的问题，比尔，我们都在犯错误。什么？用短跑的思维去衡量这场马拉松。上面是目前各国选手的存活率和序列分布，上面显示阵亡的选手大部分都是工匠、植物学、药剂师之类的非战斗序列。这类初期没有战斗力的选手被淘汰也是很正常。比尔，游戏很残酷。一只普通变异生物只有1进化点，但杀死其他国家的序列者却有10点，还可以掠夺对方的物资。他们在前期的确是王者，但等到中期，载具需要维护，房屋需要扩建，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医疗。我建议联系我们的人，如果遇到这类型的弱势选手，只要没有直接威胁，尽量提供庇护。这要是不洗干净，明天就会臭得像死了1周的老鼠。老大，生产队的驴拉完磨也得歇会儿吧？刚才钓完那条铁鱼，我看你手都抖了。刚刚的鱼肉有加速体力恢复的效果，这会儿我感觉自己又行了。你要是觉得没事干，可以看看你的序列面板。进化点11%。进化点已经足够了，熟练度还差15。你进化船进化的这么轻松，序列一定早就升级了吧？我有个锤锤的序列，从始至终面板上只有分解、进化、储除这几个功能模块。别人的是人进化，自己的是船进化。照目前来看，只要材料有，理论上这口棺材大概能无限进化，算是吧。在你钓上来下一条鱼之前，我应该能给这玩意儿加个手柄，不能让船舱里那家伙的另一根大腿骨也骨裂。完了，克劳斯被彻底带跑偏了。卷王亲自下场，把周围的人都卷死了。别尬黑，这叫以身作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骨裂，新的骨头胸骨裂了，还算完整的生物骨骼吗？要不找个机会给拿出来放生了吧，省得到时候想用用不了，还白占这么大地方。海洋的小寿星，评价：他可能比你的船年纪都大，放了他，也许海神会给你一点面子。PS， 不好吃。给我面子？这么小一只，就当是积德了。哼。
迷路的海龟少年，评价他或许是刚才那只的哥哥。PS 依旧不好吃。这片海域的含盐量可能出了点问题，不然没办法解释。叛逆的海龟青年，他可能是来找刚刚那两弟弟的。PS 又老又硬。帮个忙，这龟扑腾太厉害，我一个人有点吃力。我不理解，我们是碰到海龟迁徙了吗？也许是葫芦娃救爷爷，来一个送一个。什么？一种神秘的东方战术，打了小的来老的，还要掉？事不过三，后面肯定不会有了。笑死我了，一家人整整齐齐呗。大佬是来查海龟户口的吗？接下来是不是该到爷爷了？看来海龟爷爷是不会来了。收了吧，来试试新武器。最后一杆。你10分钟之前也是这么说的。也许你说的对，那一家子海龟就是路过而已。挂底了？挂底？这里深度至少在2000米以上，怎么挂底？船仍旧在缓缓向北飘。按理说，如果下面挂了动不了的东西，鱼线应该会随着船的移动而逐渐倾斜。可现在，下面的那个东西正以我们完全同步的速度一起移动。不然切线吧。好像有东西上来了。我的上帝！我操！海龟爷爷真的来了！这体型……别闹！你看那双眼睛，蠢萌蠢萌的。按常理来说，海龟性情温顺，不要攻击它，它把饵吃了，所以它现在上来是为了让咱们再给它续上。试试就知道了。它这是把咱们这儿当自助餐厅了吗？检测到可分解目标，半升的高浓度铜矿石，分解可获得铜矿池2。是否确认分解？分解成功，获得铜矿池2，已存入仓库。这笔买卖划算到天上去了。喂它，慢慢喂，别停。现在老大，那不是甲板，快回来！分解。克劳斯，你不是想救你妹妹吗？只要让汉斯猫国全民的精神力进化就行了。1点进化点只能带来0.01的增幅。想要达到进化的程度是什么概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知道。所以我们光活着不够，还要赢。如果没有这场突然降临的海洋纪元游戏，这个蓝星大概会因为资源枯竭，走上他所在的蓝星的老路。活着只是基础，赢得资源，赢得进化，才是自己和身后10几亿同胞的目标。分解。老哥稳住，别薅秃了啊！给龟大爷留条底裤。雁过拔毛，龟过瓜壳。棺材哥喜提拆迁队队长，这太疯狂了！他把一头巨兽变成了私人矿场。西巴，这不公平！为什么他的运气总是这么好？活着的宝藏岛，盖亚是在偏袒他吗？他这样利用规则没问题吗？不，他只是做了选择，然后盖亚给了他一份慷慨的回报。获得秘金瓷1，获得水晶总石，获得珊瑚骨结晶石，获得半生发光苔藓18，获得……有点脾气。检测到可分解目标深渊鬼面藤壶，分解，获得强力生物粘合剂诚实麻痹毒素氰2钙化外壳节目。老兄，差不多得了，再喂我就得把自己切了。那就切断。检测到碱基特殊目标被岁月封印的宝箱。这还是第一次碰见系统无法分解的东西。任意，他刚才好像看了你一眼。上帝啊，他吐了！这可能是给你的小费，感谢你的投喂。给你，我得去清理裤子，谢了。硅黄，为李历经1000年的老坛。寒梅的消化液。分解，这回材料足够了。进化。进化成功。
你又对我们的船做了什么？垃圾桶。生物净化装置效率提20%，持续时间2小时。能量转化和效率增幅，这真是太实用了。新鲜梭鱼肉2斤，装数量9，天数3。梭鱼肉只剩下9块，刚才为了龟爷爷30块，不过鱼可以再钓。对比多出来的100多单位的木料和不明用途材料，这点投资的回报丰厚到离谱。这回木料干什么都够了。克劳斯，你的熟练度涨了吗？我能升级了，升级！觉得一股清凉感流过四肢，最终流过头顶，就连五感都灵敏了许多。但脑海里像是拖出无数关于骨质塑形和材料拼接等知识，清晰的如同与生俱来。LV1 只能结合木质和骨质的材料，没办法处理金属，而且下次升级需要100化点，这得到猴年马月去。估计我的船下次进化也差不多需要这个数。是啊，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苦恼，所有选手都面临着同样艰巨的目标。任意大佬好像从不抱怨。他不是不抱怨，他是直接把问题当成目标。100点而已。也许你说的对，与其抱怨，不如干点正事。我记得你的仓库里还有2级梭鱼的鱼骨，还有我们的乘客，你应该用不到了吧？我还记得刚遇到任意的时候，克劳斯连摸一下骨头都嫌晦气。近墨者黑啊，这就是传说中的人传人现象。哥们儿，你在船上躺也是躺，融入船里也是躺，参与感强了还更安全。这回可算知道前队友是怎么回事了。自己把原材料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木料、珊瑚、梭鱼骨头、固化外壳，还需要什么？够了，太够了！需要我帮忙吗？不需要，看着就行。这就是序列的力量。完成了。废物，通通都是废物！你们之前给我的报告里是怎么写的？生活序列前期作用有限，无需过度关注。仅仅一个 LVU1 的铸造师，能把船改造成这样，这叫作用有限。迈克尔先生，我们的分析没有错 ，LV00的铸造师作用的确非常有限，是汉斯猫国的克劳斯本身作为顶尖的机械工程师，动手能力远超常人。更关键的是那10进化点，对于任何非战斗系列的选手，想独立获得这么多进化点是不可能的，他们连自保都困难。我只要结果。既然铸造师这么有用，那就去给我再找一个出来。阿兹国的72号选手西塔，他的序列也是铸造师。很好，立刻联系辛德利，告诉他们想要在接下来的清扫中活下去。下一次联络选手的时候，让西塔小姐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莫里森上校会很高兴拥有一位专属后勤的。夜里海风变大了些，但改装完毕的船实在争气，特别是半下沉式的休息区，简直就是船上的黄金地位。这要是在路市上，高低得给你点俩蜡烛，不知道的以为我给他守灵呢。这画面太阴间了，我都不敢大声呼吸。不懂就问，这是在进行什么神秘的仪式吗？那个绿灯能不能换个色儿啊？看着瘆得慌。幻彩纸片鱼，极致的华而不实，除了好看一无是处，没毒但也没肉。获得发光的生物睡液挺衣。之前为龟大爷耗光储存，总不能把克劳斯切片喂了吧？克劳斯，醒醒！克劳斯，又钓到啥了？快点，把火升起来！我的天，这什么鬼天气？
斯，在那边。救命！救救我！我的船要沉了，请帮帮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这妥妥的恐怖片开场啊！怕火？那你过来吧。谢谢你们，可我的腿受伤了，能不能请你们过来帮帮我？当然。小心点儿。上帝啊！假的，丽娜不是深海进群症，你醒了。跳下去，只要跳下去就安静了。克劳斯，刚才你当诱饵当得不错。那女怪物死了吗？应该没死，不过肯定刺中了。我在毛上涂了鬼面藤壶的麻痹毒素。麻痹毒素，遇到不听话的病人可以考虑用这个，唯一的副作用是他们可能会睡到下辈子。全球公告：龙国100号选手击杀韦塞尼，获得进化点6，龙国全体平民力量加0.06。汉斯猫国33号协助击杀，资源加0.04。确认。赛陀之庸神经毒素阻断目标痛觉神经，在美梦中死去。有人吗？又来？这里到底有多少这种会唱歌的怪物？这次是真的。水。怎么样？要救吗？慢点儿。谢谢。他活过来了，得给他弄点吃的，鱼汤就不错。他死了。但他刚还喝了水，还说话了。从任意进入海洋纪元，一直都表现得足够从容，游刃有余又带点幽默，让不少人产生了短暂的错觉。这不过是一场硬核的真人运探险游戏。直到这一刻，一个无辜年轻的生命以如此的方式死去，我们这才想起他说过自己是个医生。检测到可分解目标，是否分解？确认。别看了，我得为活着的人负责。况且，那孩子自己要求的，带他离开这儿。老大，要是有一天我也像那样，我会给你个痛快。你的骨架比之前的骨头熊都大多了，质量应该也不错。到时候就把你安在船底，刻上汉斯猫国工程师克劳斯施米特，就当墓碑了。不，只要别放那个垃圾桶旁边就行。还有，记得加上最优秀的。你们喜欢叫它灵魂，某些存在的能源，某些存在的灵石。解锁新模块，生物拟生模块 LV 灵气。Verdammt！ 能不能把它关了？拟声功能在战场上可以用于制造混乱和心理压迫，战术价值很高。确实如此。克劳斯，来看看这个。它的结构简直完美。老大，200%的负重，
意味着我们可以装载更多物资，还可以加装火炮。有了它，其他国家的选手对我们来说跟浮木没什么两样。我也有些心动了，重装坦克谁不爱呢？但自己更在意吞噬血肉、修复船体的那个特性。在充满怪物的大海里，最不缺的就是血肉。这意味着这艘船的维护成本几乎为零，只要没一下秒杀，就能给船边打边奶，续航能力直接拉满。右边，必须右边！看这个进化方向，明显就是奔着海上堡垒去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花里胡哨都是傻叉。老张，海战又不是碰碰车，机动性同样重要。而且请各位注意这个特性，骸骨武装艇虽然强大，但木料、铁块、特殊的粘合剂，每一次修复都需要大量的资源。一旦资源耗尽，船就变成了消耗品。但血肉不同，还有一点，那个加速50%也很重要，打不过可以跑啊。分析的都有道理，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不管是造坦克还是造超跑，咱们的选手现在兜里只有9块钱，看着是挺带劲。那是带劲吗？那是安全感。有了它，就是那条巨型海蛇来了都得崩2颗牙。清醒点儿，我们上哪儿弄2米多长的变异乌龟？再看看铁块，要是造出来，撞个1、2次都没法修。可是这2种材料我们也并不清楚来源。别忘了你的序列是什么，克劳斯。系统的进化只是给了个方向，不代表你不能进行2次的改装啊。你是对的，这才是最优解。恭喜银币！早，这起床号也太豪华了，至少不是那个怪石雕叫醒你。上钩了。我的天，这是灰姑娘撂下的吗？确实很漂亮。检测到可分解目标，是否分解？分解。分解。2点进化点，照这个速度，还得掉40多只这种玩意儿才能进化船。想要高收益就得加大投入。既然高等级的肉蕴含能量高，想必对海里的怪物吸引力也更大。老大，你是想要毒死我，还是毒死鱼？这可是高档货，忍一忍。搭把手，这力道比那条梭鱼还大。别愣着，送上门的进化点。去死吧，离我远点儿！左边有东西爬上来了，船要撑不住了，他们太多了。怎么样，拿了多少点数？现在有41进化点了。这鬼东西！别紧张，你看，他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趁着这时候快走吧。你说，他能值多少进化点？老大，我不觉得他咬我的时候，1吨咬格力和10吨有什么区别。富贵险中求。你该不会是想……老大，别急。成功了，试试。任意，快放手！任意，你答应我的墓碑还没刻呢。老大，克劳斯，你猜那头鲨鱼给了我多少进化点？赶紧把湿衣服换下来，就算100万点人没了，也只能留到去下面慢慢花了。55点，
我现在总共有108进化点，挺好，挺多。满足进化条件，是否确认进化？确认。进化成功，中型古木棺 LV1 升级为幽灵古艇 LV2，特式噬肉修复幽灵航行。评价：优雅的死亡艺术品，它会悄无声息来到你身边，然后告诉你你的快递到了。惊喜吗？还生气吗？进去看看。终于不用天天吹海风了。新鲜的海胆，早餐有着落了。分解。检测到可分解目标，是否确认分解？分解。这是什么？它会放电。要是能解开，把它挂在船底下当圆网，倒是不错。老大，这是生物，又没有开关。确实，对于没有自主意识的生物，可以直接进行分解。分解成功，获得生物电线体2，高导电神经属20。这玩意儿能吃，还是算了吧。确认进化。太美了，它让我想起了一种深海的生物。而我更关心实际的参数。打开面板，生物光能模块，功能提供可调节的持续照明。该死的太阳，我的皮肤都要裂开了。救命啊！救命！我是棒子国的43号选手金修贤，请你们救救我！老大，有人在求救。那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那人鬼哭狼嚎的。周围确实有几条凶狠的鱼在围攻，我们船上有红十字会标志。只要你们救我，我的物资都可以给你们。这个还挺好看，粘船墙里当装饰。这两个混蛋，我没耐心了，我快撑不住了。龙国这边都在幸灾乐祸，等着看我怎么戳穿他。这演技不愧是专业，演得过了。要不要把人捞上来？捞他干什么？他又不能吃。这条靠过去点，这条最肥。咱们快点走吧。就这么走了？不补一刀吗？杀他干什么？把他杀了，棒子国下一个进来的万一是个特种兵呢？现在这个挺好，蠢的恰到好处，知根知底的。要是换个人进来，还得费脑子对付。再说了，说不定下次遇上又能白捡这么一群鱼了呢。这也太多了，我懒得处理了。系统扒皮就扒皮吧，反正也吃不了这么多。分解成功，获得新鲜的海狼鱼肉乘120，鱼骨乘16，鱼油32，已存入仓库。怎么了？不合胃口吗？很美味，但如果能配上黄油和柠檬汁，哪怕能有点盐也行啊。我遇到过个人，能凝结出来盐刺，他死之后，盐刺变成一堆盐粒了。那是盐武士序列。盐武士，对，他们的能力就是从海中凝结出各种形态的盐精。早知道当初就不着急把他踹下水喂鱼了，至少让他多整几根盐刺再说。要不然咱们自己制盐算了，太麻烦，而且粗盐杂质太多，口感不行，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盐确实是个问题，如果盐分不够，可能会乏力眩晕。现在每天干的都力气活，光靠食物里自带的盐分肯定是不够的。看来这里的每一种序列应该都有它独特的价值。老大，我觉得这艘船应该有个名字。不是有吗？幽灵古艇。不，我说的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比如复仇女神号或者深渊之眼之类，听起来比较有气势的。要不叫升官发财号？棺材哥的品味一如既往的稳定，升官发财号够吉利，我投一票。怎么了？要过去吗？看看情况。是1万，毛熊国的11号选手，序列是深海蛮图。快滚！这不是你们这种菜鸟看热闹的地方。拉他上来。该死，是大动脉。按住，
按紧点哈，不想流血就自己捅深点。老大，强国脉冲！你要干什么？没麻药，你忍着点。我操！我操！用鱼钩缝合，光是看着我的腿已经开始疼了。怎么惹上那大家伙的？也是晦气。我在海底发现个沉船，想下去捞点东西，没想到那是螃蟹的老巢。压住伤口，不用太用力。谢了。不客气，我是医生，救死扶伤应该的。我的船就在附近，送我过去，船上的物资分你们一半。可以。我的船就在东北方向，大概5、6里。好。你们是工匠类型的生活序列？我是医生，他是铸造师，没什么战斗力。这帆很特别啊，朋友送的，表达了我们对这个游戏充满疑问。别动。多谢了，看上什么随便拿。另外我还有个请求，如果能帮我修好我的守护者号，我可以把从沉船里找到的武器分你们一把，是金属武器，不是木头或骨头的。你的伤很重，1万，虽然暂时止血了，但这2天最好都一动别动，1周之内都不能剧烈活动，更不能下水，而且修船也需要时间。这里距离我们发现的陆地航程还有很远。如果你……等等，你说什么？陆地？是啊，就在北边，我们正准备过去看看。北边？我想和你们合作，至少在抵达陆地之前。在此期间，我船上所有的物资都归你们支配。就等你这句话了。龙国任意，这是汉斯猫国克劳斯，合作愉快。将军，伊万的性格有些直接，我担心他们起冲突。龙国的这个选手脑子够用，拳头也够硬，看着吧，伊万会老实下来的。这已经是个非常互补的团队出行了。立刻跟毛流国接触，加上汉子猫，建立3方情报共享。是。这简直是场灾难，结构完全不合理，他一定经常翻船吧？嘿，我的守护者号陪我干掉过2条4级的剑鱼，那可能是他们眼神不好。先把箱子搬上来，先帮我拿瓶酒，谢了。你管这个叫船舱？快，先帮我拿瓶酒出来，腿有点疼。谢了，兄弟。这么个垃圾堆，居然能在海上漂2个月，要是船再大点儿，估计得养1窝老鼠、蟑螂了。这里面都是什么？好东西，是我从一沉船里捞出来的。沉船？这就是你说的都是好东西？你从沉船里就捞了1船的酒？酒是战士的血液，当然是好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什么？不怕冻死的话，寒冷的时候能热，可以短时间作为应急代替淡水。提纯之后能消毒，减少感染风险，还能做燃烧瓶。斧子是我的武器，另一把我用不惯，给你们。你不是说你们没什么战斗力？用习惯了，手术刀也是刀。老大，要不你把那船直接分解了吧？嘿，汉斯猫老，你说什么？拼起来的垃圾。我的守护者号可是修好它的工程不亚于造一艘新船。那可是我爱妻。爱妻？你就是这么对你爱妻的，连澡都不给洗？海浪就是最好的沐浴，我的守护者号每天都在享受大自然的洗礼。你确定你船舱里没长出新物种？我不嫌弃他，他也不嫌弃我，这叫天造地设。冷静点儿。我冷静不了。老大，你看那船，不如直接分解了当柴火吧。你想想，把它修好这么多步骤，那得是多少熟练度？修好它至少也得有几百点吧？那不是船，那是一座等待开采的熟练砾矿，而且也不是白干活。1万的序列能在水下活动，等它伤好了，海底的矿脉……对啊，海底下破铜烂铁有的是。对，兄弟，没错，我的守护者号就拜托你了，你想怎么修就怎么修。我修，我需要一点点心理建设。没关系，我们的新同伴刚经历了场恶战，需要补充营养。今晚我们开个欢迎会。兄弟，你真是太慷慨了。放2天了，再放1天就坏了。淡水不够煮汤啦，用酒煮，味道肯定棒极了。龙国的医生都得练这个吗？
基础。手如果不稳，病人会很困扰。乌拉，这也太好吃了！我之前吃的简直是饲料。还行，主要是食材给力。这是我进这个鬼游戏以来吃的最文明的一顿饭。这样的机会以后有的是，只要活得够久。正式欢迎一下，欢迎登上升官发财号，这艘船是我们的了，我们将乘坐它前往新世界。出发！这是我进这个鬼游戏以来吃的最文明的一顿饭。这样的机会以后有的是，只要活得够久。正式欢迎一下，欢迎登上升官发财号，这艘船是我们的了，我们将乘坐它前往新世界。这艘船这么漂亮，这么优雅，为什么要叫这种名字？哪怕叫小甜甜呢？看着苗条的线条，又白又光滑。不喜欢，那就叫卡秋莎，经典，寓意着轰碎一切拦路的。你怎么不叫福特沙号？这个也不错。只要船还在，就一直升级，一直发展，多吉利。行了，这事儿以后再说吧。今晚还是你守下半夜，我守上半夜。1万是伤员，休息就行。其实我还能自己找死的，我不救第二次。去屋里躺。大清早的，谁在拆船啊？轻点儿，轻点儿，我的船啊！腐烂程度超过50%，还有这块铁皮锈成这样，边缘还这么锋利，你是打算给自己放个血？那是战损锋，而且那个我磨过了，用脸磨的。分解。宝藏，这长腿的宝箱。老大，这螃蟹的品种好像有点超纲了。会走路的宝藏，干掉它！1万，克劳斯，你们别动。老大，我去收个房租。宝箱，我来了！检测到可分解目标，被寄生的华丽宝箱是否分解？分解。他的房子没了，没有了坚硬外壳的保护，这只大家伙引以为傲的防御力已经归零。别慌，他的弱点暴露了。小心，克劳斯，左边！一份。你已击杀 LV4 变异宝箱寄居蟹，获得进化点层40。这东西怎么办？这是我的序列能力，把接触到的东西分解成材料，然后用它们让这艘船进化。分解、进化，原来如此，还是你牛逼。检测至特殊材料，强韧腹肌，是否进化？进化。进化成功。生物缓冲层 LV1 功能：吸收50%的海浪冲击，并在船体受到撞击时提供反震保护。新增技能：主动激活后，船体腹肌层将瞬间紧绷，额外减免撞击伤害的30%，持续1分钟3小时。小甜甜，
啊不，这船还能修吗？当然能修，先清理一下那些绿色的。你别动，伤口再裂开就麻烦了。克劳斯，你先圣火。刚才那只寄居蟹是 LV4级的生物，它的肉应该对我们好处很大。那船怎么办？耐久掉了80点。你忘了幽灵古艇的特性了？看来转化效率不高。也是，现在廖 V0的反刍消化模块转化效率只有20%，意味着5斤肉才能转化出1斤的生物能量。快看那里，它自己长回来了。这不是修复，这是再生。好东西，这玩意儿要装在船上，那不是来什么撞什么。你喜欢就送给你，如果老大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给你的爱妻装上。残缺的星盘1/4。被诅咒的皇冠曾经属于一位沉默王国的君主，曾经的他被赋予了强大的祝福，现在的他附带着恶毒的诅咒。老大，火生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应该直接烤了，配上伏特加。粗鲁，它应该被搅打做成柔化浓汤。你们汉斯猫就喜欢把好东西搅成一锅糊糊。你们猫，别吵了，这样烤的和煮的不都有了？哦，报告，毛诸国传来的已知序列情报汇总已与我国情报进行比对。漂亮国那边有什么动静？非常安静，应该是在等下个月1号。杰克·莫里芬，他和泽连斯和以利亚3人的序列都已经到达2级，莫里芬可能很快3级。不用管，把通讯时要给任意的全友选手和序列资料准备好。是。还有其他国家投靠或是球员的，一概不必理会。您的意思是，游戏里是公平的，他想要什么自己会去拿，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能做的，给他提供支持就够了。明白。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就结盟了？毛叔国那帮蠢货，他们不知道龙国人有多狡猾吗？伊范只是个头脑简单的莽夫，他看重的无非是利益，只要我们能给出更大的筹码。能给什么？那个龙国人能凭空变出1艘船？舰体改造师，只有这个传说序列才能解释他所做的一切。进化点都快满足进化条件了，可熟练度差得还远。这2天敲敲打打做家具，加上上午拆伊问的船，也才250点熟练度。照这个速度，先不说如何获取进化点，就光是原材料的问题都够难了。怎么了？熟练电太难提升了，单纯的木质加工能获取的熟练电变少了。用这个试试。单纯的木质结构支撑不了这么重的外挂装甲，你的船需要彻底改造。那能改吗？可以，不过材料嘛……哦，足够了，不是太多了。我的妈呀！这真的可以给我吗？它看起来就像个海鲜拼盘啊！谢了，兄弟。我不和男人拥抱。你们汉斯猫人都这么冷漠吗？这可是战士之间火热的情谊。说真的，你们铸造师简直就像神迹一样。每个序列都有它的价值。那是自然，等我伤好了，想要什么宝贝我都能捞上来。升到3级就能潜到3000米的海底，那里好东西挺多的。3000米，那几乎可以触及大部分浅层海域的海底了。3级需要多少进化点？1000。见鬼！我现在还差727点。我的船现在也才2级，估计再进化也需要1000进化点。养活这一大家子，压力确实不小。要么去猎杀更高等级的怪物，要么就要提升猎杀效率，比如使用金属的重型捕鱼叉，或是船载武器。克劳斯，你升到2级还差多少？850。刚才对守护者号那一番改造，竟然硬生生给自己涨了600点实炼率。看来使用高等级材料确实效果更好。等克劳斯升级了，先看看能不能帮忙改造下劳苦功高的鱼竿。兄弟，你想干什么？
我只是觉得它的结构或许还可以再优化一下。别担心，我只是把它拆开重新装一遍，很快的。拆开！你不能动我的喀秋莎！喀秋莎不是守护者吗？喀秋莎太柔弱了。我祖母就叫喀秋莎，她徒手打倒过棕熊。别急，就算熟练度满了，还差进化点呢。与其在这里争吵，不如咱们主动出击，找个大家伙打一架。这样进化点有了，船体受损，你的熟练度也有了。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有道理，让喀秋莎开个招。怎么感觉这个比上次的还臭？怎么回事？这高级饵料失灵了。再等等，来了！啊！这是什么鬼东西？鲸鱼吗？他刚刚是不是特意上来看了我们一眼？别难过了，兄弟。这只是 LV2 的工具，等我升级了，给你做个更好的。等我腿好了，就算下边是鲸鱼，我也给你插上来做烤串。仔细看看它的受力结构不太合理，让我做应该会用多重剑套，最后实现自动收线。鱼线如果用上那些神经术，必要时释放电击麻痹猎物。不是兄弟，这是鱼竿还是武器啊？我真的特别期待，最好不仅全自动，带电击麻痹，还能自动杀鱼。最好是鱼钓上来的时候直接是烤熟的，撒上孜然就能吃的那种。等到了陆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海浪好像变平缓了。克劳斯，一饭，醒醒！老大，老大，发生什么事了？腹肌猛男，主动激活后，船体腹肌层将瞬间紧绷，额外减免撞击伤害的30%，持续1分钟。这什么伤旗？是什么海怪吗？呼，还好，你的技能启动的非常及时，船体没受到什么损伤，只是内9度掉了10点。喀秋莎，牙，我的牙断了。只是装饰用的，断了很正常。别哭了，几颗牙而已，我再给你装上不就得了？要不然再多装几颗，不，几排，只要把船头拆一下就行。又要拆？有东西上船了。啊！他把鱼竿送回来，拿走了一顶假发。他怎么进来的？他看起来没有恶意。他难道是在表达他没有恶意？我想是的。我认为这可能是警告。警告？他想告诉我们，他不仅能弄断我们的鱼竿，还能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取走我们最珍贵的东西。老大，你钓上了什么鬼东西？分解。老大，这也是那个家伙送的，看起来是。他到底想干嘛？先打一巴掌，又给个甜枣。他可能没有恶意，弄断鱼竿是不小心，现在又送来礼物，或许是想建立某种联系。建立什么联系？交易吗？既然对方遵循着某种交换的规则，那是不是还能继续交易？克劳斯，你觉得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淡水，让你在里面泡个澡吗？
没有，所以它除了占地方，还有什么用？哇，那可是纯金的。等不缺水了，咱们再弄一个更大更豪华的。这回算是对这片海域的神秘邻居有了判断。他喜欢腐败血肉，非常有礼貌，弄坏东西知道赔偿，还接受以物易物。这生意能做。一个能换东西、实力强大还讲道理的邻居，可遇不可求。老大，你还想换点啥？我想换能净化水的生物，就是会给你打扫卫生的。走你！闲的。检测到可分解目标，异化的巨型海肠，稀有，是否确认分解？分解。生物净化装置1级功能，转化海水为可饮用淡水。净化。净化成功，当前每日产量5升。多少？5升？每天？老大还来吗？不换了啊？送他的。老大，这太浪费了吧？这不是浪费，我们的邻居值得这点善意。扬帆，我们继续向北。老大，这片海干净的像克劳斯打扫过的板。他可能一直在跟着我们。他跟着我们？为什么？难道是还想和我们换东西？试试就知道了。上次是个金浴缸，这次不会来张床吧？最好是带弹簧的。唉，检测到特殊物品，很有韧性。克劳斯，不像是普通的骨头，或许你的序列它生前的主人大概是海里的唐三藏，75%。成功了！普渡特性1：坚韧，特性2：诱惑。当没有饵料时，将持续吸引稀有生物。评价专业的竿，钓专业的鱼。我的熟练度满了，厉害呀，克劳斯！以后我的武器坏了，也全靠你了。只要你别再把船弄得像垃圾场一样。老大，你这是看看我们的邻居对其他商品感不感兴趣？就这，很普通的食物鱼，这些对他来说好像只值个面包。那他到底喜欢什么？可能是奇怪的人工造物，或是富含高能量的生物血肉。好邻居，你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就钓不上来那些对你有用的东西了。这样好不好？我把剩下这些都给你，你先别跟着我们了。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弄到了更多好东西，再回来找你交换。好邻居，好东西都给你。他走了吗？不知道，看来是走了。可能他刚走，气息还残存在这儿。咱们先继续往北走。太好了！说实话，那家伙在附近，我都不敢往海里撒尿了，怕见到他生气。船上不是有洗手间吗？习惯了，方便。老大，你还指望能钓上东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万一有头铁的就撞上来了呢。老大，鱼竿有动静了。一只应该在海底皮翔的软趴趴的小章鱼，是怎么追上幽灵古等的速度，还挂到自己的钩上的？我帮你把它劈下来，你别动行不行？别冲动，开瓢了不好缝。但它快窒息了。让我来，别动。鉴定不出名字的特殊生物，智商超过船上。哈哈哈哈哈！克劳斯，你被画了吻痕妆了！哈哈哈哈哈哈！任意，我们今晚就吃它。别急，它好像有点特别。的确很特别。等一下，这只章鱼为什么有9只爪子？你这只章鱼还挺特别。什么？还真是，我从没见过9条腿的章鱼，这是畸形了吗？活了28年，头一回被只章鱼甩了脸子，不光是精神上的，还有物理上。你看你干的好事儿！好了，克劳斯，别跟他计较了，以后他就是吉祥物了。唉，总不能跟只章鱼较真儿，认命了。老大，哪有吉祥物一上来差点送走咱们工程师的？这在我们那儿应该叫开光。低点头，我看看。
没破皮，问题不大，就当做了个纯天然面部 SPA 吧，促进血液循环，美容养颜。既然上了船，它得有个名字，要不然叫面具或是终结者。要我说，不如叫铁板烧或者芥末。我觉得都没什么创意。它有9只脚，而且是他追着我们的船自己送上门的，就叫9块9包邮吧。不行了，老大，我他妈以为会是克拉恩，结果是这个，太贴切了，9条腿还包邮送上门。棺材哥的脑回路怎么办呢，老大？看来9块9不喜欢你起的名字。说真的，老大，这小家伙是不是有点太聪明了？你们自己看看。说的不是我，可是毛鱼军精锐大兵。更不是我，我可是某世界大厂最年轻工程师。你觉得呢？这个名字怎么样？那好吧，名字的问题就先搁置了，先叫你小9吧。也许他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好运。笑得肚子都饿了，我去生火。正好试试咱们的新吉祥物灵不灵，我想吃点新鲜的了。你脸上的印子跟船帆特别搭。你再多说一个字，以后的武器就都泡汤了。小9，我想吃点真正新鲜的东西，排除螃蟹和小鱼。小家伙脾气还挺大。哈，你个铲屎的，赶紧干活！翻译一下，钓你的鱼，别使唤我。这巴掌彰显吉祥物尊严啊！来了，这是河豚，果然是新鲜玩意儿。是煮着吃好还是烤着吃好？怎么吃都行，反正吃完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野生河豚，剧毒！我刚擦的甲板，脸上被小9拔罐我可以忍，但破坏这艘完美的船绝对不行。小9，冷静，他不会砍你，别怕。老大，你也被吉祥物开光了。看来新吉祥物并什么正面作用。他就是有点紧张，而且河豚很符合我的要求。它不鲜美吗？确实鲜美，只不过没人敢吃而已。1万，别舔斧头。为什么？不对，我为什么要舔斧头？你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问题。我只是好心提醒。最后再钓一竿，如果再没什么收获，那今天只能吃海狼鱼了。帮忙！我的天，这东西，它得是多大的体格？再这样下去，船要先散架了。不行，老子就下去看看底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别冲动，它的消耗比我们大得多。等它力竭，它快没力气了，再做最后的挣扎。收线。好家伙，这几天没下水，让我浑身发痒，恨不得现在就跳下去，跟那只怪物大战300回合。一范，去你的船上。一范，就是现在。干得漂亮，毛熊老！它的皮很厚，眼睛也攻击不到。皮厚，眼睛也有防护，那就只能从内部下手了。给老子滚蛋！我这一斧头有这么大威力吗？那斧头确实不能舔。看见没有？就一斧头，这家伙肉肯定比牛肉筋道。分解。怎么样？精英的 LV4 肉肯定有点特殊的效果。我们先烤哪部分？要不要留一些做成肉干？不是做青筋。这些鳞片强度甚至超过金属，可以给卡秋拉加一层外挂装甲甲，还可以完美覆盖幽灵骨挺的薄弱处。伙计们，我说最重要的肉呢？还能饿着你了？你可是大功臣。被污染的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吃完说不定你就可以跟上帝喝茶了。棺材哥的解释总是这么通俗易懂。这污染肯定跟刚刚的河豚有关。河豚毒有这么毒？这可是变异的，不能用常理推断。所以我这一法头其实是给他投毒了，这么多精英级的肉就这么全废了。也不能算全废，那这些肉怎么办？当鱼饵也不行，毒死的也不能吃。这倒是证明了变异河豚毒素的效力，短时间内放倒精英级怪物，作用于黏膜和消化道后效果拔佳，这是个很成功的实验。他好像没事。有的是，想吃多少有多少。真好，有毒都能吃。
老大，我守前半夜吧。我守后半夜。把仓库里的铁块、铜块还有合金、水晶都取出来，堆在角落里。原来如此。铁的结构比铜要坚固，加工难度不同也很正常。从性能上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明天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让他自己去发现这个惊喜。那是有人在划船。晚上好，朋友，我没有恶意，只是看到光亮，想过来寻求一下帮助。原来是汉斯猫国的朋友，我是樱花国37号选手佐藤二郎，真是太好了，在这片残酷的大海上能遇到一位来自盟友国的选手。盟友国都什么年代了，还提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樱花国这种不愿正视国民原错误的行为太狭隘了。这船太不可思议了，像是由骨骼构成的，邪气中透着一丝优雅，那淡蓝色的光柔和又不失亮度，简直是艺术。还有后面拴着那艘造型粗犷的船，这船头充满暴力美学。进游戏前在直播里看到过这个汉斯猫国的工程师，这才过去过久，居然就拥有了这样2艘强大的船。要不是那个叫任意的选手杀了佐藤一郎，我怎么会进这个鬼地方？现在基友机就在眼前，只要能搭上这条船，至于这个序列为铸造师的汉斯猫工程师，不过是自己登上巅峰的垫脚石罢了。克劳斯·施密特先生，您是汉斯猫最出色的工程师，您的事迹在我们樱花国被广泛报道。实不相瞒，鄙人的船出了点问题，食物已经消耗殆尽，能不能让鄙人上船休整一下？666，又来一个演帝，这人我记得，演武士，开局就抖起来了，笑死！这演技还不如上回那个棒子哥，至少棒子哥真挨揍了。这人但看他衣着和船比自己都整洁，显然是连一场战斗都没经历过，没遇到过危险，却要撒谎博取同情。施密特先生，鄙人不会白吃白喝的。鄙人是演武士序列，能为您提供经验。任意前2天还在碎碎念，说要遇到演武士要友好的请上船坐坐。先在那儿待着，等我的同伴醒了再说。朋友，这克劳斯干得漂亮，热脸贴了冷屁股。克劳斯，老大说要请，那就得请。这选手牙口真好啊。老大，那个人是樱花国的选手，就是这样。他说他是演武士，这不就是那个杀了36号的龙国选手吗？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和这个汉斯猫国的工程师是一伙的？静，绝不能让他看出自己的敌意。这位就是龙国的任意先生吧？您的智慧与勇气实在是……等一下，这笑容与击杀36号时如出一辙。听说你的序列是演武士，展示一下。哈哈，这语气怎么跟去会所选技师一样？前面的别乱开车，我们大佬是纯情美少年。太医，献丑了，任意先生，鄙人的能力还很弱，这已经是鄙人的极限了。噗，这就极限了？演武士不是能凝聚炎盾吗？额头青筋都爆出来了，我还以为他要搓个元气弹呢。这小樱花藏针藏得太明显了吧？不错，你可以跟在我们后面，我们每天会给你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淡水，能力范围内保证你的安全。作为交换，你每天给我们提供500克盐。我都已经摆出那副竭尽全力的模样，这个龙国人居然张口就要500剂，该死！他怎么会知道那是我的极限？任意先生，以匕首目前的能力实在是……那是你的问题。鄙人还有一个请求，
能不能让鄙人到您的船上去？哪怕待在甲板上都行。鄙人的船太过简陋，我担心。只要能留在那艘船上，我就可以慢慢套取情报，观察他们的实力和作息，甚至能在食物或淡水里动动手脚。他们不可能时刻防备。你真的要上我的船？嗨，万分感谢您的仁慈，任意先生。感激不尽。确认。任意先生，我的船。哦，那个啊，你不是说你的船太过简陋，随时会翻，你很担心吗？既然你决定上我的船，那条破船我就顺手帮你处理掉，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老大，来客人了，太感谢您了，任意先生。这人咋了？老大，你干啥了？没什么，帮他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而已。老大，这是来投诚的还是来碰瓷的？送温暖的，换上这个，我们或许能快点。啊！我的斧头，它有灵魂了。这晶莹剔透、布满冰晶纹路的斧身，就像极地的寒风；颜色各异的宝石更是彰显了雍容华贵。这是战士的战利品。而那个宝石组成的爱心图案，不正是象征了战士们永不熄灭、炙热如火的心脏？太美了，这简直是艺术。心事，好名字。战士的心事就是战斗。克劳斯，我的兄弟，你喜欢就好。你站住！我还要给船装船帆。对，别过来！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嗨姨，我懂。那还不快点儿！我这就开始。很好，分工明确。昨天那头恶口鲨应该够你吃一阵子了吧？今天让我调点稍微普通，不用下毒也能打过的东西呗。要不然船上这4个人类可就要饿肚子了，好不好？好邻居。我没听错吧？老大刚刚叫小九什么？邻居？所以之前送金玉缸、送鱼干骨的那个神秘生物，就是小九？所以小九是自己跟上来讨饭的？这是什么？铁棍吗？应该是一把铁剑。老大，他拿着破烂要干嘛？或许是修复他的尊严。这回有了盐，吃不完的鱼就可以做成咸鱼，长时间保存。缺少食物时可以拿出来煮汤。要帮忙吗？不用，这个我能应付。分解。社交神器1万，这个送你了。爱心攻击波！1万以前也不是这个画风，怎么好像放飞自我了？一嗓子干废3个人，这是 AOE 伤害啊！我好像听见克劳斯理智崩断的声音了。这个毛熊的选手伊范像个武力值颇高的重症患者，那个汉斯猫的克劳斯看着人模狗样的，但有严重的洁癖和强迫症，或许还有暴力倾向。至于看起来最正常的龙国选手，不管干什么都一副淡淡的表情，这才是最恐怖的。再看看这艘船，会说话的船首像，会打嗝的垃圾桶。之前没上船的时候还觉得这船优雅又神秘，上来了才发现这就是个克苏鲁主题体验房啊！还观察弱点，伺机夺船。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老老实实当个产盐工具人，争取活下去。我来当主厨，给你们展示一下战士的烧烤天赋。尝尝1万大厨的手艺。不错，盐的咸味恰到好处的中和了鱼油的腥气，只余下鱼肉的鲜美。这酱汁的配比是多少？有机会我一定要做给丽娜吃。佐藤先生，吃饱了吗？嘿，多谢管待。今天份额还差300克，加油。
老大，克劳斯，陆地，我看见陆地了，在哪儿？那边。好像有点小，有可能是座岛。终于不用飘着了。不是陆地，也不是岛。不是岛是什么？那么大一块。老大，你看看，这家伙肯定是眼睛不好使。好像确实不是岛，镜筒还是有点糊，但能勉强分辨出那不是岩石或土地的质感。在那一大片黑灰的地面上，似乎还有几片扎眼的白色，并且有什么密密麻麻的东西在上面跳动。你认识吗？连小九都不知道。小九说知识盲区，下一个。那我们还过去吗？去。我的老天！这就是一经落，万物生。我以前只在纪录片里看过，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想哭。老大，还等什么？这比我们钓1年鱼都管用！冲吧！冲过去，然后呢？然后老大把那大家伙分解了，我们就发财了。现在这头金狮是主菜，我们要是过去把主菜撤了，你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守着座金山，难道就只能干看着？等，你留在这里。船上需要有人看守，我们也有可能需要接应。克劳斯去还不得洁癖发作，当场昏过去？啊，是财富的味道。我就知道。老大，怎么样？不行，太大了，拿不动。拿不动，咱们帮他瘦瘦身。我的心事居然都破不了防。别灰心，可能你的心事还不够重，怪不得他能在这里飘到腐败，原来是这身皮太硬了，根本啃不痛。那怎么办？咱们总不能跟这些傻鸟一样等着他烂穿吧？当然不，咱们从伤口进去。这鬼东西真滑！滚开，扁毛触手！不跟他们纠缠。我的老天，这下边得多深？不知道是什么恐怖的存在，竟然能对他造成这样的伤害。找个地方固定，我们下去。交给我。靠！那几只扁毛潜兽居然还咬人！快过来！谁让你张嘴的？你现在看着像刚从汇粪池捞出来的。我们掉进他的肚子里了，应该是腹腔或是肌肉层之间。这画面分明是活的迷宫。看棺材哥那淡定的表情，他可能这肉清蒸还是红烧。他好像没有恶意，可能是判断你不能吃。分解，走吧，这里像个迷宫似的，先随便找条路。老大，你说这玩下外边都烂了，应该死了很久吧？怎么里面还跟活的一样？不清楚，或许某种意义上它还活着。看通道壁上那些奇特的共生菌落，这里已经形成了既久中，大概伸出的灵光套自己容态圈。这味儿比我之前的船舱冲多了。我靠，真就胃酸游泳池啊！这要是掉下去，1秒钟就得变成骨头架子吧？检测到可分解目标，远古巨鲸的胃脏体体组织。果然不行，这个胃袋如果能分解，肯定是顶级的生物材料。老大，老大，这家伙脑子好像不太好使，小心！这家伙是个活体酸液炮台啊！骂他，他对声音敏感啊！快点，用你最擅长的。你个眼睛都没有的软皮管子，长得跟个破轮胎似的。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把肠子拉出来了？瞅你那张嘴，吐的东西比我1个月没洗的袜子还臭，也就配在汇粪池里打滚了。你个废物，往爷这儿喷！今天你爷爷要是躲一下，老子跟你一个姓。这家伙还真是一点都没变。您已击杀5级酸虫，获得进化点80。您已击杀协助5级酸虫，获得进化点30。这居然是5级怪！我就骂了几句，居然也分了30点。下回你能拍你自己大腿吗？老大，快把它分解了！不知道能分解出什么稀有材料。
检测到可分解目标远古巨鲸的胃腺体组织，分解可获得强浓度消化液囊100，巨大的胃13，是否确认分解？我们往后退点，分解。哇！成功了！打开系统仓库。强韧的胃囊，高浓度消化液，高浓度消化液，巨大的胃石。检测到可分解目标酸虫尸体，已获得腐蚀钾20，高能生物质50，金刚19，深海结晶质16。发现了这个被腐蚀的只剩一层壳的金属盒子。检测到可分解目标腐朽的保险箱，比爱情还要坚固。老大，捡到什么好东西了？箱子。系统说，它比爱情还坚固。那不就跟纸糊的一样？还真开了。嘿嘿，也许我的心事比爱情要重多了。获得不明身份的航海日记体一，蕴含思念的吊坠，它承载着一个男人最深沉的爱意与思念，足以抵挡世间大多数的恶意。可惜，他守护的不是你。好漂亮的姑娘，可惜她的爱人或许葬身在这个鬼地方了。希望他没有再傻等。走吧。我们现在去哪儿？先不着急探索，我们脚下就是宝库，先搞点实在的再说。分解，分解。老大，你看这个，好东西。老大，你说这大家伙活着的时候得吃多少东西？可能对他来说，海洋就是个自助餐厅。老大，你看前面，不可预知的连锁反应。这次收获够大了。我们回去吧。棺材哥居然收手了，这是聪明人，毕竟系统都警告了。这味儿怎么又臭又香的，越闻越上头呢？老大，抓紧了！老大，这破地方东西真多。老大，你看，这玩意儿闻着带劲儿，这回克劳斯不能说我有鱼腥味了。赶紧走，克劳斯该等急了。老大，他们冲过来了，你去开船，我来挡住他们。闭眼，强光脉冲。别愣着了，都是材料和进化点。好嘞！获得新鲜的肉块10乘数3，完整的羽毛场着22。马德，这些长牙的家伙也来凑热闹，咱们这效率比抢都快多了。走吧，饿死了。天都亮了还没回来。老大，你不是医生吗？战地医生。难怪。老大，你是在哪个战场啊？伤得不轻啊。那会儿是无国界。来吃点东西。海鸥肉果然在获取了真碎的材料后，面板上出现了新的可选项，反刍消化模块升级到 L1 只需要10个进化点，但生物缓冲层从 L1 到 L2 需求直接从10点飙到了100了10倍，效率很重要，防御也很重要。进化，进化成功，反刍消化模块功能可将投入的有物分解为生物能量，用于强化其他模块。当前转化效率50%，希望你不要再拿一些没营养的垃圾来糊弄它。它现在能尝出你画的大饼是什么味道了。挑食。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进化成功，生物缓冲层吸收70%的海浪冲击，并在船体受到撞击时提供反震保护。技能：绝对防御姿态。我的天，就像跟个经验老道的搏击高手对拳，他把我的力气给卸掉了。至于技能先不说了，这艘船的生物缓冲层已经2级，能吸收7成海浪冲击力。哈哈，那岂不是海啸都能硬扛了？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忘放盐了，我去看看吧。别怕，是我们回来了。瞳孔对光反应正常，没有崩溃迹象，就是有点脱水和应激，小事。起来喝点水，吃东西。我们昨晚去做的事很危险，把你留跟工程师和吉祥物留在这儿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慢慢吃，给你半个小时。海一，多谢。吃完就开始工作。今日份额700克盐，昨天的基础份额500克没有完成，所以今天把缺口补上，很合理吧？看来是依附那条鲸鱼的血肉生存的。钓鱼致富，路子靠谱，钓鱼发家不是神话。你看我找到了什么？这是那根铁条，竟然被你给炼成了剑。烛光稀有，特性1破晓，对变异生物造成10分钟1路的额外伤害。特性2勇气，
很不错的剑，老大，它属于你，你留着防身用吧。啊，剑很好，但它不适合我。这把剑对我的风格来说有点沉。克劳斯，你真是天才！你看看这个，但是这股力量好像不对劲。大家伙，等等，他想逃，想往东南方向逃。这是怎么了？咦，这条鲨鱼我见过，在哪儿见过？就在那头鲸鱼尸体旁边。你已击杀荧光蠕虫，获得进化点词1。全球公告：龙国100号选手获得进化点词1。国运奖励结算中，奖励龙国全体国民精神力加0.01。汉斯猫国33号选手，国运奖励结算中，奖励汉斯猫国全体国民精神力加0.01。确认。下次再钓上来这种东西，能不能给我点心理准备？没事，见得多了就习惯了。哼，现在还有罪魁祸首珊瑚，抛开那些虫子，这可以称之为一件艺术品。我知道，分叉繁复而优美，精巧又不失浑然天成，通体有种半透明的质感，大白天也能看出它散发的淡淡荧光，可想而知在夜晚该是怎样柔和梦幻的美景。真漂亮，不过我建议你把它分解掉，谁知道里面会不会钻出什么东西。有道理，而且船上空间有限，放这么大个又沉又易碎的摆件确实是占地方。海洋之心，这个材料名字听上去挺唬人，